这不是穆老三家那丫头吗？这么晚不回家，你爸爸在外面打工，能放心吗？可是婶婶不让我回家。婶婶回来了。婶婶，这是今天小小减肥品送来的。怎么就这么点钱？说，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？婶婶，小小没有啊。还犟！你要不是出去玩，怎么可能收废品只赚这么点钱？去，给我继续出去收废品。要是没收到，晚上就别回来吃饭。走，跟我走。我不跟你走。你不走，你等着被冻死啊！走走走。那个小杂种啊，今天终于不在家了，烦死了！开门！开门！谁呀？大半夜的！开门！你要干什么？这么冷的天，你们把孩子赶在外面，而你们在屋里吃肉，你们他妈有良心吗？不是我说马瘸子，我有没有良心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还有这个死丫头，我不是告诉你去老陈家了吗？谁让你去大街上瞎溜达的？可是陈伯伯他睡了，小小不想打扰陈伯伯。什么？你们让他去老陈家？是啊，你们两个现在吃的、用的，可都是小小他爸在外面做生意给寄回来的。你们让他在外面捡破烂，自己在屋里花天酒地，你们他妈是人吗？我让你吃，我他妈让你吃！哎呦，你他妈是来耍酒疯的是吧，马瘸子？穆小小再怎么样是我们家人，轮得到让你管吗？滚！这事儿我真就管了，怎么着？小小，走！哎呀，不用理他，脑子有病！一闪一闪亮晶晶。哼，丫头片子，唱歌还挺好听的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。好了，小小，到家了，下来。好，走。叔叔，我帮你推。小小，我这儿啊可比不上你叔叔婶婶家那么好，有点破。晚上啊，你就在我这个床上将就一宿啊。叔叔，那你呢？我打地铺，明天睡醒了，我就去找你叔叔婶婶，他们太不像话。你说花你们家的钱，还让你遭这么大的罪，我非得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是个什么货色。叔叔不要打地铺。你不让我打地铺，还让我睡外边。小小睡地上，叔叔睡床上。我让你睡你就睡，我腿不舒服，我喜欢睡地上，行吗？可是什么可是？赶紧睡，明天我还得出摊呢。马叔叔这么好，希望他能幸福，也能尽快好起来。哎，难道睡凉地板真对我的腿有好处？小小，叔叔，小小给你做了面。小小年纪，谁让你玩火的？我有手有脚，做饭这种事儿不用你，知道吗？小小在叔叔婶婶家都是小小来做饭，小小可以的。这两个懒蛋，懒死他们得了！叔叔吃。
小小，叔叔不喜欢吃面，叔叔喜欢喝汤，你吃吧。叔叔吃，这碗面你替叔叔吃，好不好？叔叔吃，我让你吃你就吃，吃。这丫头真把干的都盛给我了。一等奖800块。我警告你啊！如果这个扫把星再回来，我见他一次，我赶他一次！听到了没有？太过分了，说话呀！婶婶，小小错了。错什么错？还有脸回来？你怎么不死在外头啊？我跟你说话，你还不赶快滚！啊！哎，我说陈慧丽，你这就过分了。孩子不管犯了啥错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待孩子啊！是啊，平时小小多乖巧啊，我们大伙儿都看着呢，哪能这么对孩子呀？你们知道啥？在这吵吵！我刚知道穆小小他爹上个月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啊！还让我白养这小扫把星1个月。婶婶，小小错了，婶婶不要吓唬小小好不好？谁吓唬你了？你爹就是死了。不可能，你们骗人，我爸爸没有死。可离我们远点啊！克死你爹，还想害死我们不成？我说这穆良怎么那么久打不来钱？原来是死在外面。哎，陈慧丽，你们两口子太过分了！就算这小小的爹死了，你们养活自己侄女不应该吗？再说了，他也是你们老穆家的人，也不能把他赶出去呀！哎，你还别说，什么就叫该我们养了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，我们两口子失业，养得起吗？不过你们也别说我们绝情，我呀早就给小小找好人家了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小小，叔叔是真养不起你了。等我给你介绍个新爸爸好不好？是啊，小小，沈家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到时候啊，我们给你找的是个有钱的人来收养你。人家家里有3、4套房子，每个月房租金呢就1000多块。你去了那儿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玩什么啊！这不一家人还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啊！哎，这孩子跟这两口子得受多少罪呀！只要是去了别人家，可能还会好一点。小小啊，一会儿那个叔叔来了，你就管人家叫爸爸，知道吧？婶婶，小小不想要新爸爸，婶婶不要让小小送人好不好？小小，婶婶和你说，你跟这两口子还不如去跟新的家庭，这样婶婶答应你，要是你爸爸没死，等你爸爸回来以后啊，婶婶亲自去接你回家。谢谢婶婶。李婶儿，你还怪热心肠的呢。我们送的那一户人家可是在帝都，你上哪儿接去？什么帝都？那可是离咱们这儿600公里远了吧？是啊，就算开车也得1天的时间才能到啊。小小不走，小小要等爸爸回来。你等什么爸爸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你爸爸死了没了，听不懂吗？你们骗人！小小要打电话给爸爸。哎，给我回来！回来！我要给爸爸打电话。呀，接你的车马上就到，今天必须得走。干什么呢？你就是穆毅，这么管孩子？我们两口子确实不会管孩子，还请你多多指教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管孩子光骂2句可不行，你得打呀！对，吴总说的对。死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吴总就是你，今天知道没有？吴总愿意收养你这赔钱货，是不嫌弃你。到了那儿别再给我哭了，给我好好干活，好好听话，听到没有？干嘛呢？别打脸！这要是破了相，长大以后还怎么嫁给我们老板的傻儿子当媳妇呢？这差不多得了啊！我不跟你走，我要等爸爸回来。哼！哎，我说穆毅，这就是你给小小找的好人家呀，去给他老板做童养媳。我说你们这两口子还是不是个人了？这不是个人！我以村委会的名义告诉你们，今天谁也别想把小小带走。老头，这孩子现在是我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，你们不想收养这小孩，还不想让我收养？陈老头儿，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你心肠好，你心善，那你有本事你养啊！我们家是穷，养不起啊！你知道这年头养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吗？万一再生了病了，
谁有闲钱养这个骚西？李婶儿，你来养啊！我家那口子已经下岗了，我一个月靠扫大街赚那点口粮，哪够啊？哎，六婶儿，你养。我也养不了，我家还靠救助金呢。那孩子我也没钱养。那不得了吗？这个穷鬼还这么多话。哼，我走。我不跟你走，我要等爸爸回来。走。我不跟你走。老神童，你快想想办法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我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大家伙饭都吃不上了，孩子命苦啊！这不是人！便宜卖喽！哎，于大爷，你干嘛去啊？这么着急？哎呦，你还不知道的吧？这穆小小被送人了，现在大伙都在劝呢。老实点！人家不走。小小，哪儿来的神经病？马叔叔救我！你要干嘛呀你？我去！小小，马叔叔，敢他妈打老子！马叔叔，你是好人，都怪我连累你。干什么呢？啊！人贩子，别跑！马叔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马叔叔，没事儿。哎，这小小怎么跟马瘸子回来啊？这才走10分钟。是啊，是这，我去！你干什么？你他妈有病吧，马瘸子！敢打老子！罚了你了！昨天你来我家闹事，我到底耍酒疯没搭理。今天你还敢来？我们家的事用得着你管吗？老子今天不仅要管，我还要……马瘸子也是，上来就动手，这下可真的是无赖就要耍流氓了。啥人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回来咱们可有的看了。放屁！你们这群软蛋，就看着这两个畜生在这欺负孩子。马瘸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难道我们不想帮忙吗？现在什么年纪你不知道吗？与其让他跟着我们饿死，还不如给他找个有钱的人家，有错吗？是啊，不就是管得严点吗？总比让孩子饿死强吧？是啊，就是马瘸子，你装什么好人？你有钱你养啊！就是把孩子捡回来，跟着我们一群街坊邻居受饿挨冻吗？放屁！什么有钱人？那他妈就是个人贩子！可能。哦，我算是搞清楚了，合着你们是都不想帮老穆养孩子是吧？好，你们不养，我养。小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你马叔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死瘸子，你要带穆小小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是啊，这马瘸子这么多年也一直没见他再娶个老婆，不会是要带……一提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那马瘸子就没再娶，没听说吗？他那个腿都是年轻的时候不三不四的事儿给打瘸的。你们都什么意思啊？合着你们不养，还不允许别人养吗？马瘸子，你是什么人品？我们不知道啊！你今天装好人，你配吗？他交给你，还不如交给福利院呢。马叔叔不是坏人，他给我睡他的床呢，他自己还睡地铺。没想到这么着急啊！哎，我就奇怪，昨天怎么是你带着穆小小回到我家？原来昨天就想把她带走啊！这么小的孩子，你带回家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放屁！我马瘸子性格是直了点，可是我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哎呦，那谁知道啊？
昨天我和我老婆好好的在家，你这个王八蛋突然出来要打我们，孩子交给他丈人了，我们很不放心。对呀，我们不放心。马叔叔是好人。小小，他是不是好人，小孩看不出来。我们还是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吧。对，就去福利院。你们不是都好奇我腿是怎么瘸的吗？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们，这是我老婆的死亡证明，就在村口，我老婆让一辆车给撞没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天天在那儿摆摊。还有这是我见义勇为的证明，同样是在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女人差一点让车给撞了。是我扑了上去，把车给拦住了。车是没撞到那个女人，把我的腿给撞瘸了。现在你们都清楚了吧？咱不说这个，就说小小，今天我非得把她领养了。我看你们谁敢拦着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把小小带走。这丫头我们养了这么久，这个月的抚养费还没给我们呢。对，我们养了这家子这么久，好吃好喝的给着，你就这么想给他带走？不行。把这个月的抚养费给我们，否则别想带走。你说要送去福利院也就算了，你自己要领走的话，必须给钱。对，这个小小平时在我们家可勤快，你要想让小小照顾我，拿钱。哟，还有人马瘸子拿钱，他自己都过不下去了。咱就别说马瘸子脾气怎么样，咱就说他家里条件，要是能拿钱出来，就真是见鬼了。就是，好，不就是钱吗？你开个价吧。马瘸子，你也别说我们狮子大开口，这丫头你要养，给500得来。这么小的一个孩子，一个月能出500多，你太黑了吧你！好，500就500，不过咱们可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把话说清楚。我钱给了你，小小可就跟着我姓马了。好，大家我作证啊，只要这马瘸子能拿出这500块钱，别说作证，我立马签下字据，以后穆小小和我们穆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小小，你在这等着我，马上回来啊。马叔叔，哎，你小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马瘸子没把钱拿回来之前，你哪也不想去。对，等着马瘸子拿钱回来。哎，老板，你给我看看，我这是不是中奖了？1等奖是，上面写着1等奖奖金800块，不知道你这能不能对？你要是不能对，我就到别人家去。能对，能对。不过啊，你这个奖票啊过期了。啥？过期了？不过没关系啊，500块钱我给你收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600，再给你加一瓶好酒，青台酒。来，给你拿钱。来，慢走啊！这傻子还真信，江南食品厂，待会儿就去兑奖。据悉，江南食品厂调查出巨大设备安全隐患，现已被查封。据本台最新消息，青台酒业于今日突发大火，大量青台酒及酒窖被烧毁，未来产能将无法供给市场所需。专家预计，青台酒可能将会于今日抬升。操！哎，你说这马瘸子真能拿出500块钱？是啊，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对呀，他要是能拿出500块钱，我给他洗1个月衣服。我看他这么抹不开面儿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要我说，还是把这小丫头赶紧送福利院吧。谁说我送回来了？嗨，送钱来了。陈慧丽，如果我没听错，你刚才是不是说我拿出钱你就给我洗1个月的衣服？你别说让我媳妇儿给你洗1个月衣服了，我他妈再给你加2个月。现在是下岗潮，你一个穷鬼光棍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？好，我看看，这是500，你拿着，钱我给你了，小小可跟着我了。刚才你说我拿出钱你就给我洗1个月的衣服，你们2口子可得记清楚。走。这马瘸子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呢？真的小看他了。对呀，他就是一个无业游民，我在村里1个月工资才100块钱，这抵我5个月的工资呢，怎么可能呢？但不是老公，我真要给那瘸子洗1个月衣服。洗个屁呀！他带着这个扫把星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你选我干什么？回家。哎，回就回，这孩子怎么小小，你看，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是马叔叔的女儿了，好不好？谢谢马叔叔，小小一定不会跟马叔叔拖后腿的。小小能干活，我有手有脚，还能用你给我干活？
麦叔叔，要不你还是把我送福利院？你是不是嫌弃马叔叔家？不是，麦叔叔，他们都说我是灾星，我怕。小小，别怕。当初啊，你马叔叔我出了那么严重的车祸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命啊硬着呢。你姐姐回来看到你，也会喜欢你的。来，爸，哟，怎么几天不见？爸，你还带了个小的回来？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要是跟着这小子跑了，就……要不您接济他？接济？我看支援你们呢，还不如喂狗。爸，你怎么能说话这么难听呢？你有钱买这个小祸害，没钱给你亲女儿。就是啊，要我说呀，你还是把这个小灾星给退回去。马叔叔，不要卖小小，小小能干活。你放心，小小，就算是走啊，也是这两个丧良心的走。我看，谁敢撵你？爸，我是你亲女儿啊，你怎么能想着外人呢？哟，青苔酒，您还说您没钱呢？这酒可不便宜啊，平时也得卖好几十一瓶的。而且我听说这酒厂它今天烧了，绝了版了，现在估计一瓶得好几百块。爸，反正您平时也喝不惯这么好的酒，不如给我们吧。我们家陈良最近刚好要给领导送礼。叔叔的心，倒霉心抢什么抢？克死你妈，克死你爸，还要克死我家吗？就是，海玉要是被你克没了，老子弄死你！你们胡说，我爸爸才没有死，我爸爸才没有被小小克死。你个白眼狼！当初你妈死的时候，你就跟着这个小子跑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到你妈的坟上去看过一眼吗？你回来过这个家一次吗？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当爹的。现在知道我有钱了，回来了是吗？啊，今天我就清理埋伏。一定得要！你他妈谁呀？哎呀，没想到报应来的这么快呀！这穆小小这么快就把你家搞得一团糟啊！呸！我说咱们也真是晦气，能克死亲爹的人，晦气该有多重？小小才没有克死爸爸，我爸爸没死。穆小小，你爸爸已经死了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没人要的野种，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东西？你自己看看，刚到人家家来，就把人家家搅得鸡犬不宁的。赶明儿啊，你这马瘸子给让你给克死，真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废物，趁早流落街头吧你！陈慧丽，我打死你！走，住手！爸爸是爸爸的车。死了，怎么还回得来呢？原来是魂儿啊！请问你们谁是穆小小的监护人？我。爸，我们可没同意让你收养他，就是你们家的。你爸已经给我立了字据，现在这孩子就是你们家的。好了，你就是小小的监护人吗？是这样的，穆良先生的遗嘱上说，他生前的所有遗产将由穆小小女士继承。而这笔钱，在他成年以前，将由您来保管。3万！律师同志，我才是小小的亲叔叔啊！律师同志，我才是小小的亲婶啊！你还要不要脸呢？还亲婶子？当初赶小小出家门的是不是你们？不让小小吃饭的是不是你们？现在想起来跟小小有血缘关系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就是，更何况我们已经给了你们钱了，你们也签下字据，这笔抚养金呢？就该是我们家的。你不让孩子吃饭，卖孩子，我可以明确的警告你们，虐待儿童属于犯法的行为。穆良先生生前已经嘱托过我了，要对小小的人身安全负责。就凭你们的行为，够
又判个几年。律师先生，我们没有，不要听他们胡说。不管你们有没有虐待孩子，我们都会调查清楚的。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那么等待二位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。不是。好了，马先生，那这笔钱就由您来保管，希望您能做到监护人应做的义务。一定。小小，姓马的，你离家还要不要脸？这钱是属于我们穆家的，你们凭什么拿？就是啊，这个钱是我哥留下的，凭什么只给他女儿啊？就是，我不管，我是他亲弟弟，这个钱必须有我一份。行啊，马瘸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来，走。就是等着你。爸，你看这么多钱，是不是？滚！爸，你也滚！滚！爸，滚就滚！哎呀，爸！撒开我！我说你有病啊！那么多钱不让我要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不是你傻呀？你这么明着要他能给你吗？这样，你有家门钥匙吧？等明天都不在家，咱们再偷回来，不就行了？马叔叔，我爸爸真的死了吗？小小，谁说你爸爸死了？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你身边。这些钱呢，马叔叔替你留着，这就是你长大以后的嫁妆。小小长大以后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姑娘，马叔叔就替你爸爸在你身边守护着你。我看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家姑娘？爸。爸爸，可惜上次把爸爸的酒给打碎了，都是小小的错，没有拿稳。青台酒，估计一瓶里好几百块。小小，没事儿，咱们呢，很快就有钱了。啊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走，小小，吃完饭之后，你陪我去摆摊儿，咱们到市场就卖这个。好。小小，你做什么呢？啊，小小，我不是跟你说不能动火吗？这多危险！小小想给爸爸做饭，而且小小在外面捡了好多野菜。野菜？这哪是什么野菜？这就是杂草。算了，反正我们这儿的杂草跟野菜也差不多，又没什么毒。来，你去等着，爸爸做好了马上吃饭啊。小小，你怎么拿这个来了？小小感觉这个野菜好吃，肯定会有人买。这个呀，就是野草，不是菜，没人吃，也卖不了什么钱。哥，我这2天已经收到法院的传票了，日子本来就难过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妹，到时候哥给你找点关系，这点破事花点钱就能解决。哎，哥，就是这2个人害得我们提心吊胆，还抢走了穆家的财产。妈的，他欺负我妹！我说这酒怎么卖的呀？100块钱一瓶，你要是喜欢的，我就给你包好，拎着。慢着，我说要了吗？你这酒是真的吗？嗨，这位大哥，我这酒啊是真的。不瞒你说，原先这箱酒是想自己喝，怎么能是假的呢？真酒？不信你看。哟，青台酒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这青台酒前段时间他们酒厂可是被烧了。你这酒哪儿来的呀？是啊，这青台酒厂之前被烧之后，酒价可是一路上涨。这最近假冒青台酒，市面可是出现不少。怎么可能在这儿？各位，我这酒是真的，你们看，所有的酒没开封，而且我还有购买证明。你看，一张废纸而已，他都能造假，你跟我说他都不保真，酒怎么保真？这酒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爸爸从床底下拿出来的，他都不舍得喝。
是不舍得喝，还是不敢喝？大家可不要被这一老一小给骗了。这马瘸子我是最了解的，平时手脚就不干净，现在都学会出来骗人了。我们没有骗人。陈慧丽，你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你凭什么说我这些酒是假的？你喝过酒吗？你知道青苔酒什么样吗？马瘸子你，哼！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光天白日之下，我可不怕你啊！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揭穿你。怎么，你还能打我不成？揭穿我？你揭穿我什么？我马瘸子做事儿问心无愧。哼，问心无愧。给他掀了，砸！大家伙砸！停下！别砸！别砸了！小小，这怎么还伤了孩子呀？反正也是个小骗子，伤了就伤了呗。对呀，小骗子就是老骗子，教一个小骗子。我看你们谁再欺负我女儿，我弄死他！哟，好演技，难怪要带个小孩出来行骗。怎么着，就为了博取大家伙同情是吧？我，哎，怎么了？生气了还打人？来，打！林总，这就是小姐当年和男友私奔后最后定居的地方。一晃7、8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。林总，前面好像出事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你敢打吗你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卖假酒的。对啊，大家可别被他给骗了。之前这个马角色就总带着穆小小出来博取大家的同情心，这小丫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之前在我们家混吃混喝的，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啊，这小丫头看起来挺可爱的，没想到心眼这么多。林总，不是假酒。林总，快看，这不是透骨草吗？这种成色的透骨草啊，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。这就是治疗关节疾病有奇效的透骨草。是啊。来啊，动手啊！如果你今天敢动手啊，看看大家伙儿会不会放过你们一大一小2个骗子。大家伙儿说对不对？对，说的对。哎，我哎呀，哎呀，我错了，啪了。喂，马瘸子，你腿怎么？我打死你！忍了你1次，我忍了你2次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当着孩子的面说孩子，我把你的腿打瘸。你太好了，爸爸的腿好了。可惜酒碎了。没事儿，碎了就碎了，就当做咱们是提前收摊的。回家以后，爸爸给你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们可不能走。就是不能走，还说自己不是个骗子。你不是个残疾人吗？你腿不是瘸了吗？我的腿瘸好了还不行？你们非得看着别人的腿瘸高兴是不是？你们都怎么想的？你们？我们怎么想的？我们就是要拆穿你这个卖假酒的骗子，还带着小孩一起骗，大小双骗呢！我爸爸不是骗子，小小也不是骗子，还狡辩！大家伙一起把他送保安队去。对，送保安队去。他们不是骗子啊，这确实是真酒。不是，你是谁啊？你说这酒是真的，就是真的呀！你不要命了？他可是云江集团的老总厉雷霆。云江集团，对，就是那个全省第一的云江集团。他说这酒是真的，大概是真的。哎呀，我觉得你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应该向这对父女道个歉。对不起啊，摊主，对不起啊，小朋友。那个，你这个酒多少钱啊？我们赔给你们。啊，对，我也赔。小朋友，
开心了吗？谢谢爷爷。我要是有孙女的话，你们和他一样大。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只不过是替你们说句话而已。这小朋友脸上的伤，那赶紧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吧。好。陈慧丽，你们两个早晚会遭报应。遭报应？你养的这个小灾星，我看你才要遭报应。你走。喂，什么？妹妹，不好了，那个律师找到了你们虐待小孩的那证据，现在派出所已经立案了，马上要移交法院。哼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令总，你看这个平安锁，好像和你手里那个一模一样，上面还有血渍，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小朋友丢掉的？是一样的，而且是一模一样。快，追上那对父女！哎呀，在哪儿啊？你快点！这下发了，快走吧，我估计我爸也快收摊回来了。爸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小小，你在这别动。没干什么。好啊，在这偷钱。就走。这是我爸爸自己挣的钱，不许你们拿走。这是我爸，干你什么事儿？哦，我就是想要钱嘛，我可以给你们。我是从他那儿换了600块钱，我用了500把小小给赎了回来，还有100我可以给你们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能再叫我爸了。我说老丈人，你未免也太绝情了吧？这100块钱够谁花呀？就是爸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我知道你还有钱，再给女儿一点吧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别再叫我爸。走。哎，我不信，老东西，你有钱把他赎回来，没钱养我俩。你放开我爸爸！放开我爸爸！一边玩去。你敢打小小，我他妈跟你拼了！我爸，车良，爸，车良，爸爸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爸爸！爸爸，你先动手啊！我不是故意的。爸爸，爸，走啊！走啊！爸爸，你快起来！爸爸，你醒醒！快救人！爸爸，你醒了。小小，马先生，你醒了。哎呦，这位老先生，太谢谢你了，帮了我们家2次。其实我在帮你的时候，也是在帮我自己啊。当初我女儿离家出走，跟穆家的幕僚私奔，这一走就是8年。当时我赌气，也没有去看她，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面。这平安锁
就是我送给我女儿的。这么说，小小是您亲外孙女？对，所以我很感谢你在这段时间里照顾小小。可小小毕竟是我女儿身上掉下的肉啊，我想把她带在我的身边，给她更好的生活。外公，我不想离开爸爸。老先生，这件事儿，您容我好好想想。其实，在你住院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没有强行把小小带走。我看得出来，小小已经跟你有了很深的感情。如果小小愿意留在你身边，我没有任何的意见。但你有没有替小小想想？他如果跟着我，他会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我会给他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难道你不想看到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？爸爸，她是小仙女，她有一个神奇的魔法蜡烛。这样，我爸爸呢？小小，爸爸，小小，爸爸，小小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小小，爸，新年快乐！你还愣着干嘛？进屋过年。哎，哈哈，马先生，你看，小小最终还是选择了和你在一起。看来我之前的想法或许是错的。马先生，我们可以一起过个年吗？好，可以。小小，咱们呢一起过年。小小，小小吃饭了啊！马上。小小，新年快乐！爸爸，新年快乐！